目前国际形势对我们很有利，美国保证大力支持我们，最多再坚持半年，第3次世界大战就一定会爆发。你们都是我的好学生啊，我想你们一定能担负起复兴党国的责任。愿为党国效劳，感谢校长信任。这应该是蒋校长在大西南用画饼最后一次来稳定人心了。此时他已经从重庆逃到了成都。随着国民党川南防线的失守，解放军解放重庆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全国，也传到了卢汉的官邸。为了应对接下来的局面，卢汉紧急召开了云南省高级军官会议，讨论云南下一步该如何应对。原先他还计划等周体人把解放军带来云南后再起义，但现在的局势好像已经等不到那个时候了。因为据他收到的可靠消息，除了汤瑶的2个军要进入昆明之外，刘伯龙以及其他溃败的部队也要往昆明方向撤退。一旦中央军的10几万人马进入昆明，卢汉再想起义，那就真的再也没有机会了。但不管什么时候起义，都势必面临中央军的反扑，所以卢汉必须寻求我军在云南的边纵游击队一起保卫昆明。德惠啊，你马上和朱家弼联系，我们的部队撤回昆明，请他们不要尾追袭击。一旦起义，希望他们助我们一臂之力。卢汉此刻的心里是形势逼人，不得不为。他就像一个站在悬崖边上的人，身后是老蒋步步紧逼的中央军，身前是起义这个深不见底的未知风险，没有万全之策，他只能选择风险相对可控的一条路跳下去。如果他还按照周体人的原计划执行，那到时他必将受到中央军的裹挟，做出一些断绝后路的决定。报告。也就在这时，卢汉的部署被打断，一封来自沈醉的公函送了进来。公函的内容主要是想告诉卢汉，他沈醉现在升官了，被提拔为陆军中将，当了专员公署的主任。卢汉本来还不以为然，但警卫却爆出了个更惊人的消息：卢公馆对面不仅加派了人手，还架起了一挺机枪。卢汉拿过望远镜一看，瞬间火冒三丈。哼，当你游击队总司令，就把枪口对准我。营长，哟，带警卫营把这帮狗东西抓起来，关进陆军监狱。雷厉风行的警卫营长很快就带着一个排的士兵闯入了对面的大楼。这帮保密局的人还想把专员公署的招牌抬出来摆谱，但警卫营长可不管你是什么公署，直接就扔了这小蓝本。没有过多废话，警卫强行闯入保密局，目标就是架在楼上的机枪。报告，发现架着重机枪对着卢公馆。你好大的狗胆！敢把机枪对着绥靖公署主任、保安司令云南省主席的公馆，违反治安法，你知不知道？缴了他们枪，我们抓起来！当沈醉知道自己的属下竟然能蠢得这样明目张胆，让他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。捉落蠢货！你让人家抓住辫子了，你知道吗？人家要是要问为什么把枪口对准堂堂省主席的家，你让我怎么回答？算了，小不忍则乱大谋，现在只能是丢卒保局，等汤总长一到，李仪2位军长的部队到了，我用大炮和他们说话。或许也就是沈醉架机枪的这个行为，让卢汉对他怀恨在心。在后面沈醉签字起义后，卢汉还是以俘虏的名义将他送进了功德林。然而，就在卢汉解决掉这个小麻烦后，却迎来了新的麻烦。为了确保起义无后顾之忧，卢汉决定将妻子送去香港。两人告别之际，小舅子龙泽会急忙推开门，告诉卢汉，张群来到昆明，并且已经来到楼下。他这时候来干什么？奉蒋总裁之命，接你去成都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卢汉的血压瞬间就高了。他立马想到是不是要起义的事情败露了，但此时已经管不了这么多了。他当即催促龙泽会赶紧开车送他的姐姐去机场，生怕再晚就走不了了。其实张群此行来昆明的目的只有2个，除了邀请卢汉去成都之外，另一个是跟卢汉商量要把国民党的党政机关全都撤到昆明，并没有卢汉以为的抓到了他想起义的把柄。重庆陷落，成都无险可守啊！总裁的意思是把我军主力转移到西康、云南啊，云南至关重要啊，这样也便于美国对我们的援助啊。张群说的好听，是为了便于美国的援助，其实中央军就是想鸠占鹊巢。当时老蒋的想法是想将国防部等机关全都安置到昆明，至于云南地方的军政机关则迁往滇西，并且西迁的安家费还没有着落，只是向卢汉打了个空头支票的欠条。这种条件换作是谁都不可能同意，但卢汉为了拖延时间，只能假意答应下来。钱的问题还可以再商量嘛，至于时间嘛，这么长的时间恐怕时局不允许啊。
为了能让卢汉尽快搬迁，张群还慷慨地把自己西南军政长官的职位让了出来。不给钱不给枪，莫说是西南军政长官，就是称我为卢皇帝，我也没有办法呀。永恒啊，动身吧，总裁正在成都等你呢。明眼人都知道，现在国民党就剩一个草台班子，连大西南都快守不住了，还要这个官来有什么用呢？卢汉可不是沈醉那种没享受过权力的人，他位高权重多年，对于官衔早已没有了追求。以上位者的眼光来看，现在他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认清形势，这样才能保住自己的脑袋。这样吧，你若执意不去，就让龙泽会带你去，如何啊？张群的这个提议正中卢汉下怀，他顺势提议让李弥和于承万也一起去成都面见老蒋，目的就是要支开这几人，好为接下来的起义做部署。龙泽会几人不敢怠慢，迅速就飞到了成都。一上来，老蒋就先询问龙泽会卢汉在云南做了哪些应变部署。要是共军窜到云南，卢主席你们怎么办啊？积极防御，尽力抵抗。如果抵抗不住呢？准备撤退到大理一带抵抗。老蒋一听还要退到大理，脸色瞬间就变了。好家伙，都退到昆明了，还打算再退到大理？那如果大理守不住呢？那是不是还想退到缅甸呢？如果你们打算跑到大理，我就不管你们了。此时的龙泽会无非就是想陪老蒋演戏，什么节节抵抗退到大理，不过都是卢汉交代好的说辞，就是要摆出一副誓死不降的姿态，但又不能过于激进，说一些拼死效忠党国的话，那样的话就太假了。虽然龙泽会也是黄埔的学生，但毕竟不是老蒋的嫡系，现在要是太过反常，必然引起在场所有人的怀疑。影帝级的龙泽会确实把老蒋给忽悠到了，老蒋为了鼓励他，又搬出了坚守半年，第3次世界大战就会爆发的大饼喂给他吃。希望你们发扬我黄埔之精神，保持党国军人的气节，下定殊死的决心，这样我们就一定能取得反攻的最后胜利。从这场成都会面中也能看出，老蒋此刻的态度已经是外强中干，色厉内敛。他手中的牌越打越少，他对战局的悲观也心知肚明。2个月前大西南还在手的时候，他还敢以强硬的态度逼迫卢汉前往重庆述职，而现在呢，前线兵败如山倒，卢汉派龙泽会来成都敷衍，他却没有了之前的硬气。最讽刺的是，老蒋总是以第3次世界大战会爆发，用这种虚无缥缈的希望来鼓舞士气，足以反映国民党政权在末期已经完全脱离了现实，只能依靠画大饼和精神胜利法来维持最后一点体面。